大家晚上好。时间这个挺不爱听。这个拼多多什么时候收购京东？对，就这一句话，这位小哥就直接被干掉了。眼镜儿，好，让我去发一个推直播，转推，然后是 Discord。直播开始了。稍等。好，我们开始准备今天的故事。好，我们这都是大家周末好。今天55个人，不错，来了。Hello，大家周末好。记得按赞，对，记得点赞，记得点赞。在上班的火车上听老范直播，岂不快哉？哎呦，这看来是在北美啊。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一个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京东的严刑峻法，应该叫严刑峻法，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呢？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京东呢，作为中国电商的巨头之一，现在中国所谓的电商叫猫狗拼，啊，猫呢是天猫，也就是淘宝系列，或者叫淘天集团啊。狗呢实际上是京东，因为京东上边的这个标记啊是一个狗。拼呢是拼多多，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是抖音。现在是这4家呢是中国电商巨头。那么京东呢，在最近突然又闹成事儿了，啊，突然开始说我要求非常严格的去执行考勤，早上9点钟必须到班啊，到不了班的，你如果去坐班车来的，你要去给我开这个班车迟到的证书，否则就算扣钱。中午只能休息1个小时，从12点到1点。下午如果你赶准点下班，就要进行拷问，说你是不是工作不饱满啊？这个事儿我还真经历过一次啊，我大概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啊，加入了一家公司。这公司不说叫什么了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是一家这个做系统集成啊，做这个各个地方人大代表会的这种会堂装修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他们的公司的老板啊，原来是一个销售出身，从来没有管理过软件团队啊。那么他后来整了一个巨大的软件团队来去给人做人力资源系统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痛苦啊。是为什么呢？他觉得你们这些人工资很高啊，这些写软件的人工资很高，对吧？一到6点钟就下班，说我这个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啊？所以他就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每天晚上到6点的时候，举着表啊，拿着腕表啊，到这个门口那儿，然后有一个人啊，6点钟正好来打卡下班了，他就问人家说：“你怎么能够6点整就能打卡呢？你是不是5点半就把事儿干完了呀？对吧？你是不是工作不饱满啊？对吧？”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老板这个心里有一些疾病啊。所以呢，大家就在这个6点半啊，或者再稍微晚一点再去打卡下班当然这种事情呢，也有操之过急的啊。你比如说像以前在盛大就出过这种事儿，盛大呢要求大概是到晚上几点以后是管饭的那么这个后来陈天桥发现了一个问题，
说很多的盛大员工呢是混到饭点儿，然后把饭吃了以后啊，就回家了，然后很生气啊。这个老板有时候他就这样，他呢还专门发了一篇文章，叫这个就是硕鼠孰食我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提供饭吃，是希望你们能够吃饱了肚子多干会儿的，对吧？你不能吃饱了肚子就回家了，而且你耗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也没有干我的活儿，你在这儿打游戏呢，因为盛大是个游戏公司嘛，啊，你在这儿这个耗在这儿摸个鱼，然后把饭摸肚里再回家，这事儿不行啊。他也干过这种事儿。啊，当然近几年呢，其实这种事情发生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事儿多嘛，大家真的是忙不过来，所以呢，很多的公司规定的，比如说晚上10点钟下班可以免费打车啊，或者公司报销打车，所以很多的人呢也确确实实会混到10点，甚至呢混到12点、1点都是蛮多的啊。啊，但是现在京东呢搞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通常什么时候搞这种事情呢？就是你没那么多事儿可干了，对吧？但是呢，你又希望别人假装很忙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强调考勤。像我们以前呢，加班加的很晚的时候，都是没有固定时间，早上爱几点来几点来，晚上爱几点走几点走，他是不管的。但是那个每天的工作时长绝对是非常非常长的，因为事儿多嘛，干不完嘛，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事儿没那么多啊，但是大家得给我在这儿装着，努力干活。这个事情出完了以后啊，这个大家肯定很不满意嘛。啊，还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应届生啊，大家注意，应届生一旦被开除，一旦被解约，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应届生的身份，每个人啊一辈子只有一次，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相关的优惠会绑在他身上。那么这位应届生呢，是实习了9个月，刚刚转正了12天，啊，因为在网上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被拼多多收购的帖子，几分钟就被约谈，然后要求其主动离职，然后这位小孩就走了，对吧？这个事情呢，就属于做的有点太过分了，而且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还干什么呢？还要求很多的部门来查手机啊，说你看看手机上有没有发牢骚啊，然后呢，拿着这个手机了以后，你说我不想让你查行不行？不想查可以，马上滚蛋，对吧？那么你必须要把手机交出来，说，哎，上头还要干嘛呢？要在上面装这个软件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匿名社交软件，你卸载了，对吧？那我给你重新装上，装完了以后呢，拿你手机号重新登录，然后看看你是不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发现发过牢骚，一律开除。啊，这是京东这次干的特别过分的事情。所以大家说，哎，你做了一个严刑峻法，有一帮酷吏来这儿搞这个事情，对吧？你最多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时日无多了。但是现在这个属于明显的是侵犯员工个人隐私，对吧？而且是明显的很多的这种解约都是违规的啊。他现在这种解约是完完全全不付赔偿金的啊，就直接就干掉了啊，说你们肯定是啊对公司有一些什么问题，直接干掉。所以这个后边正在闹呢，这个呢就有点太过分了啊。那么严格考勤这件事儿啊，像我们以前只要公司真正有事儿干的时候，没有人讲这事儿啊。然后刘强东呢自己也是一个其实比较严苛的人啊，这个以前我接触过一些京东的高管啊，但我自己没在京东上过班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但是呢，跟京东的一些高管开过会啊，这个什么样的层次叫高管呢？就是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可以跟刘强东开会的这帮人啊，他们这些人算京东高管。京东呢早上9点钟上班，那什么时候开会呢？刘强东的会都是8点半开啊，甚至更早8点开啊。这个呢要求什么呢？就是刘强东说你都已经混到这位置上了，你就应该早上提前半小时到1小时来上班，对吧？他是这么来干这件事儿的啊。这个很多的大厂其实很重视这件事儿啊，叫什么呢？叫仪式感。什么是仪式感？就是你一定要痛苦才有仪式感。比如斋戒沐浴，是不是痛苦啊？啊，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有仪式感，你才能心怀敬畏啊，你才能够说哦，这个刘强东好伟大，对吧？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刘强东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每天晚上可能到凌晨1、2点钟睡觉，每天早上起来8点整会坐在办公室里头啊，坐在会议室里头跟他的高管们开会啊，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以前我在猎豹移动上班的时候呢，每周会开一次周例会啊，但这个会呢，就是要比正常的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啊，这个是早上9点半开，就是每周五，原来是每周五开一次。啊，当时呢，这个老板呢叫傅盛啊，他也讲说这个，反正大家要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不适感啊，然后呢，你才能够印象更深刻一点点，对吧？但是我们还比较好，因为正常是10点上班啊，那么他这一天呢，就是啊9点半开会。正常其实像我们那时候在猎豹上班的时候是没有点儿的，早上爱几点去几点去，晚上呢肯定是这个经常到12点以后才走啊，这个工作时长肯定是非常饱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一天24小时不关机的啊，随叫随到啊。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去给你特别强调考核啊，什么你一定要几点来几点走，然后这个请假什么这都没有那事儿，对吧？这个特别是混到一定级别以上，你说你每天要求你几点来，何必呢？对吧？这个才是这个互联网公司里正常的玩法。但是就算是在完全不要求考勤的时候，每周也还会给你一天时间来去做这个9点半上班啊，让你去早上来开个会啊，这个事儿还是会干的。而且呢，在这一天开会的时候，是谁迟到谁罚钱啊，1分钟100块钱啊，那个是非常非常狠的。而且罚的钱呢是现场发红包啊，这个谁被罚了谁现场发。像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迟到罚钱的时候啊，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啊，就是我大概罚过几次吧，不是特别多。就是住得远嘛，就早点起来呗，那还能怎么办？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位啊，经常参加周例会的人，经常迟到。啊，这个人呢应该叫潘倩啊，她是这个老狼的老婆，对吧？她反正经常早上迟到，然后我们早上去开周例会，就等着他。哎呀，他没来，哎呀，今天有红包领了，对吧？这个事情以前我们也干。那么京东呢还干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代打卡啊，这个一定是要开除的啊，这件事儿他们是去做的。这个呢，其实很多公司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我以前在盛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代打卡肯定是要开除的啊。为什么？因为叫道德有瑕疵，你替人打卡了嘛，对吧？或者说别人请你去打卡了，这一定是这个你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这个是要开除的。这个呢，怎么说呢？叫防微杜渐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从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上来去防止大家道德滑坡。但是啊，咱们在社会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知道人没有圣人，对吧？你上了这么多年班了，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越是形式上要求的严谨，那么在实质上其实通常大家会滑坡滑得更厉害一点，对吧？在这个形式上我们人模狗样的把它装出来啊，但是实质上你当真的遇到有这个经济利益的时候啊，一定不会去想说，你看我连这个打卡都是亲自打的，对吧？那个我一定不能贪钱。大家想的都是说，你看打卡我都亲自打了，那有钱还是贪了吧，还是亲自贪吧，对吧？都会变成那样然后呢，京东还干了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要求内部的沟通工具必须使用官方指定的，他们叫东东。这个大家知道各大厂都是有自己的沟通工具的啊，没有哪个大厂就是小公司，你说我们用微信用什么企业微信，用钉钉，用飞书，这都有。只要是咱叫得出名字来的大厂，都是有自己内部的这种即时通讯工具的啊，这个绝不使别人的。京东叫东东这个百度叫有啊，这个阿里呢应该是用的钉钉，是他们自己家的，腾讯肯定是用的微信或者叫企业微信，字节跳动呢应该用的是这个飞书都是自己家的。只要是如果说自己家实在没有，那就干脆做一套那么都是用自己的。而且呢，要求删除所有非必要的微信群你只要是这个非工作的这个就一定要把它删掉。那么尽量用东东去沟通，那么只要在里边敢说半句话的这个说错了那马上开除这个事儿都要去干。这个所谓这个重新装载匿名软件匿名社交软件，然后呢重新注册去检查你是不是说过坏话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遇到过一次我原来在猎豹的时候碰到过一次。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火很火的匿名社交软件，我忘了叫什么了，现在已经因为有一段年头了，然后大家都在里头骂街。
然后呢，有一次呢，是富盛他们怀疑我在里头骂街了，这个突然有一次找我说，哎，我们正好测试个软件，然后呢，现在手里没有富裕的手机了，把你的手机借我用用啊。当时他还要找个理由啊，不能说直接把你摁在那儿说我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机啊，还是比较这个至少这个面子上过得去吧。然后呢，我因为也确实没骂街嘛，就把手机给他们了啊。他们拿回去以后装了软件，然后测试，发现这个账号里头确实没有任何历史记录，然后又把手机还给我了。大概这个事情我还真的本人遇到过一次啊。那么现在呢，京东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公司秩序已经乱掉了，对吧？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呢，就只能搞形式主义，这是现在京东在干的事情。其实大家要知道，各个朝代的末年都会出现这种严刑峻法和酷吏，对吧？而且这些人会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他解决不了嘛，那只能卷这些事情。而这种事情卷完了以后呢，这个朝代一般会更加加速的往最后走，对吧？这个一定是如此的。所以京东呢就在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刘强东自己的这种工作习惯跟价值观啊，他其实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啊，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啊，然后早上8点钟坐在办公室里，你还不要说他几点起床，8点整坐在办公室里，对吧？像我以前经历的很多老板啊，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像早上8点钟坐办公室里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过分了一点啊。像比如说雷军啊，像我跟雷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经常跟他写邮件，对吧？他经常是凌晨3、4点钟回邮件，这件事儿是很正常的。但是他早上到底几点起床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这个像其他的盛大的老板，其实早上我们不会特别早看到他啊。然后到猎豹的话，基本上除了那一天早上9点半开会之外，剩下的时候呢，老板到底早上几点来几点走，然后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他们确实走得很晚，像我们自己那时候走的也非常非常晚，对吧？这个事情呢，在有些地方反而会喜欢干这个事儿，就是早上起来跟所有人坐一块儿开个会。我记得以前很多日本公司爱干这个事儿啊，叫朝会，对吧？早上起来站在各自的工位上，然后呢，跟大家聊一会儿，讲个5分钟啊。实际上呢，就是讲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有什么事儿啊？我今天要达到什么东西？昨天有什么东西没做上？没做到，今天要怎么补一下？大家就讲这点事儿，也不会讲太多每天早上开朝会，这个呢是以前我在杰维 C 做代理啊，当时我是杰维 C 的一个产品的代理商，他们的杰维 C 的员工跟我讲的当然日本的那种公司里头，他那种等级制度会更森严一点，对吧？他们那个桌子都是怎么摆的？就是头上是一个主管的桌子，然后那个桌子前头有一个走道，然后这个走道再往前呢是那个就是两两对着的这种员工的桌子，所以那个主管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手下的所有人在干什么这个反正对于在那里上班的人，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一件事儿，对吧？他们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站在自己工位上开这个会，这种东西呢，就是或者这种行为习惯吧，被国内的一些大厂，特别是像京东这样的厂就继承下来了。刘强东呢，非常以此为荣啊，他还讲什么呢？他说这个管培生就是你们以后不再是管培生了这个进入正常的工作了，那么早上起来就不需要这个8点或者8点半来跟我开会了，你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大家知道很多公司里是有这种管培生什么叫管培生管理培训生这些人呢，就是从这种名校毕业，或者说他学历非常好，是为了大企业这个储备管理干部来去做的这些管培生呢，在早期是要跟着刘强东去开这个早会的，就是前面都是这个老板们各个公司的老大在上头开会，他们在后头要做一些记录，他们也不会发言在后边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到有一段时间以后，他说，有些人没升上去，没有真正的进入管理岗位，然后呢，这些人呢就会进入到京东的各个部门来，成为正常的员工，开始上班了。那么他们以后就不需要再去开这种早会了那么刘强东就讲说，你们这个开这个早会应该感到光荣，对吧？这个能够有机会，对吧？这个得慕天颜就是你可以早上起来看看刘强东长啥样，今儿开不开心，对吧？这件事儿应该是你这个很荣誉的一件事情，对吧？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刘强东呢，在这个以前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创业项目就是以前我们投资的一个项目，
那个就是京东的一个管培生做的啊。他们就跟我讲说，在京东里头，这些管培生在这个内部是管刘强东叫爸爸的啊，真的是叫爸爸啊，不是像咱们叫马爸爸什么这个别的什么刘爸爸这样的啊，那就真是爸爸，对吧？那么他就真的是给这些小孩当爹，对吧？他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而且呢，刘强东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越自卑的人啊，就越是要把架子拿足，对吧？他是不是自卑咱们不知道啊，并没有直接跟他打过交道。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他明明知道现在该做内容电商了啊，内容电商才是未来，所有的老板现在都在开始自己下场做 IP，雷军也在干，周鸿祎也在干，然后各个车厂都在干，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刘强东自己上去说，我是不是也去做个 IP 啊？没有啊，他做了个数字人，啊，这事儿就属于是啊，你比如说你彻底不上也行，你比如像李彦宏那样，我就不上啊，我让瞿静这样的手下去，那出了问题我把他扔出去也完事儿了。哎，刘强东呢就说，哎，我还上，但是我真人又不上，我上个数字人啊，搞这种直播啊，这个呢就属于真的是又当又立啊。然后周鸿祎前2天还跑去这个京东去直播去了，啊，说我们跟你联谊一下吧，对吧？上周鸿祎的直播，结果呢，刘强东自己也没出来，让谁出来了呢？啊，叫徐冉啊，是原来的 CFO，现在的 CEO 啊，这个人一位女士吧，然后出来跟周鸿祎聊了一会儿，但这种就是你跟弘毅大炮这种人聊这种事儿，那个气场还是差比较远啊。那么现在京东啊，刚才我们讲了，说是搞最后这一招了啊，严刑峻法加酷吏了，是不是就要完蛋了呢？啊，首先从财务表现上说呢，京东的收入、利润都在上升啊，这个事儿还看着不错呢，有点回光返照的感觉啊。费用在下降，就是各种研发的费用，各种的这个叫做推广和商务运营的费用都在下降，就是我在生生的省钱，在四处的抠细节啊，在干这件事情，勒紧裤腰带做最后的日子。那么面对的竞争呢，其实京东还是很危险的。京东咱刚才讲了啊，这个就是猫狗拼里头，体量上它比阿里差非常非常远，对吧？咱们不要看着说，哎，京东挣钱了，京东怎么样了？但是从整体的公司的体量上来说，阿里是能把剩下所有的这个做电商的加一块都没有它大，对吧？然后在执行效率和团队素质上，包括从连接上来说，差拼多多很远。就是拼多多在整个团队里头，它的这种团队素质、团队的这个执行效率，然后呢，包括内部的连接啊，都是最好的，比阿里、比这个京东要好非常非常多。然后在内容电商上，因为未来一定是属于内容电商嘛，那肯定京东是差抖音、快手非常远，而且在这一块上，它比阿里和拼多多也差得很远啊，甚至后边还有小红书新来的，对吧？所以京东在这几块上基本上是全线掉队的，对吧？这个是很难搞的。再加上刘强东自己还不爱抛头露面，还整了个数字人出来。数字人那一期我还专门讲了一条啊，是你刘强东出来做数字人，这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叫内容电商里边最坏的败笔。为什么呢？因为你出来了以后，你就对数字进行了巨大的污染。你说这个刘强东出来做数字人，这个最后卖的好还是不好？这个数字怎么可能是真实的？不可能是任何真实数据出来嘛？那你其他人再用刘强东的数字人，或者再用自己的数字人去卖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卖的比刘强东好，对吧？让这个实验就没法往下做了，对吧？或者说我现在想去买京东的数字人来做直播，那我看了刘强东那个数字人做的直播结果以后，我能以此为参考，然后去买他们家服务吗？有任何参考性吗？没有任何参考性，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啊，是真的是一个巨大败笔。那么京东的未来会怎么样呢？第一个，它架构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然后京东也不是没有强的地方，京东强的地方在哪儿？它的物流和履约是非常强的啊，它是在国内可能最强的一个，要比淘宝，因为淘宝下的特别乱，就是各种的又有菜鸟，又有各种的这种物流公司很多，对吧？京东自己的自建在这一块还是做的比较强的。啊，这个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最近喜欢在抖音上买东西，抖音上买东西呢，快递都是用最便宜的，就跟拼多多一样，所以买的时候呢都是极兔送过来，啊，这个就会比较慢。比如说，
买完了以后过个3、4天或者是1个礼拜才给你送来，对吧？而且这个极兔送货的这个服务质量也一般。前2天退货，有一个衣服买完了瘦了穿不上，那退货。退货的时候就是京东来接件儿，对吧？因为它这一块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的嘛。而且退货的时候，我这头按退单，然后告诉你1个小时之后，京东就来上门来拿你这个退货来了，对吧？所以在这一块上，它确实已经是独树一帜了别人都做不过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我们说了，有风险，有这个自己还做的还可以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呢？对吧？突然在5月20几号说我们就要开始严抓考勤了，而且他这次特逗严抓考勤的事情没有正式的邮件下来，也没有正式的文下来，而是什么呢？口口相传，对吧？这个直接传下来说我们现在开始严抓考勤，而且这个事情呢还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声音有任何人敢说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对吧？这个我们是不是要被拼多多收购了？马上开除，几分钟开掉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那么你说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小人上位了呢？对吧？是不是突然上来一个奸佞小人他突然搞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说未必挟天子了吧？就是借着这个狐假虎威一下整这个事情，然后底下的是又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大印盖上来，没有正式的这个圣旨下来，他就要执行自己的一些潜规则，会不会这样？其实这种都是想多了。为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是只清君侧不斩昏君的，对吧？因为大家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嘛。其实想想武则天时代，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这些人，你没有武则天授意，他敢干吗？他不敢干，对吧？所以一定是上面的老大才敢让你干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没有上老大的授意底下的人绝不敢如此嚣张，对吧？你说我正常情况下，如果真的有小人了会怎么办？大家那个加班这个或者说考勤严一点那么如果有反对声音呢，他不会敢说什么的。但是像现在有了反对声音，马上开除，对吧？而且明目张胆的检查手机，这个你认为没有老大的授意，他敢干吗？他不敢干的但是这些人呢，会解决很多老大下不了手的事情这个老大直接下手搞不定。像当时武则天为什么会找了这么一帮人酷吏来搞定？因为她原来是皇后对吧？她要当皇帝的话，她要把原来李家的人干掉，但是她自己作为李家的儿媳妇儿，她又不能自己干，所以只能是找一帮这样的，这个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让这些人来去干这个事情，对吧？然后最后呢，还可以背个黑锅你们这些人是坏人没有领会我的精神把这个李家的这个子孙都祸害得很惨，对吧？他最后把这些人都干掉，也只能如此。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想着有小人上位一定是上面有人有想法了。所以呢，现在刘强东真正想干的事儿是什么？一定是希望进行内部整肃一定要干这件事情这个为什么他说我一定要找了这么一个事儿来去做内部整肃呢？咱们想想刚才武则天那事儿，对吧？刘强东呢一直喊大家都是兄弟我要对兄弟好那么这个我告诉大家，通常是缺什么喊什么，对吧？现在呢，这个要处理这帮兄弟了为什么要处理兄弟呢？并不是说刘强东对这帮兄弟不好了原来还能讲一下说谁不努力奋斗，谁就不是我兄弟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处理几个，但是现在肯定要处理很多人那么兄弟的另外一层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兄弟的另外一层意思叫两尾不齐就是你既然是按兄弟的方式进来的，你就没法要求大家长得都一般的高矮胖瘦那么当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个更大的机构也好，面临着这个巨大的压力与挑战的时候，就要把原来那个跟不上队的全都干掉或者说不是那么忠诚的，通通都要干掉。那么这就是这一次刘强东真正在干的事情。那么严刑峻法的后果一般是什么呢？现在一定是这个船漏了船要沉了，在这个时候才会去干这件事儿。你说我们同舟共济坚持下去行不行？真不行这个船真的坚持不下去了那你说咱徐徐图之搞那个推弥斯之舟那样的事情，对吧？这个咱们一块一块木板换完了以后呢，这个接着往前走，这事儿行不行？
时间不太够啊，也搞不定这个事情。而且做这种推迷思之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什么？就是你的整个公司的底子得好，而且呢，就是它的规则要非常明确和清晰，才可以往前做。这个京东应该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快刀斩乱麻，直接裁员啊。那么剩下的人呢，还可以有希望划着这条破船上岸啊。这个事儿是最好的。那你说咱们细水长流行不行？今儿裁两个，明儿裁两个，这事儿行不行？其实阿里现在在干这个事儿啊，就是今儿裁两个，明儿裁两个，因为他想一把裁掉了以后，国家不允许啊，造成社会动荡，造成杭州房价下跌啊。那细水长流啊，咱们慢慢裁着不也行吗？不行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因为一旦细水长流慢慢裁员，士气就崩了。裁员这个事儿呢，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点，这时间点是什么？就告诉剩下的人，咱们是幸存者，注意啊，是咱们啊，不是你们。这个时候，老板一定要跟剩下的人共情，说咱们是幸存者，要继续走下去。甭管说痛骂前面被裁掉的人是蛀虫，还是说啊他们这个也很努力，然后我们要继续完成他们的遗志。甭管怎么说，那么剩下的人呢，还是要安下心来把事干下去。你如果不停的裁，那么始终没有一个时间点说来，咱们已经幸存下来了，剩下只要努力就可以把船划上岸了。没有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么大家始终是人心惶惶的。所以细水长流裁员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严刑峻法的影响呢？一方面叫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对吧？像京东这一次没有任何正式的文件下来，我们就开始执行，然后呢，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奋斗年代了，像以前早期的那时候真的有奋斗年代啊，大家就很努力的在做事情。我记得我们在2010几年，好像14年，14年是世界杯吧？对，2008，然后2016年世界杯，然后呢，这个在世界杯的时候啊，我记得还出过一个事情，应该是2016年吧。什么事儿呢？是这个当时我在猎豹移动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位产品经理啊，不按照这个老板的要求去修改这个某一个产品啊，然后呢，这个老板一生气直接开除啊，直接上面宣布说现在把他开除掉啊，没有走任何的流程，没有任何的说给他机会，直接开掉。但是开完了以后，马上要召集所有人开会，说我为什么要开掉他？啊，因为世界杯4年一次，而且世界杯的广告价值是巨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差一天，对吧？都是这个损失巨大，公司完全损失不起。那么给他下了明确的指令，要他做什么事情以后，啊，他没有做，而且呢，这个最后事实证明他这个决策也是错误的啊，那么必须要把他干掉。这个在其他的时候我们有时间让他测试啊，在这个时候绝对没有啊，这个呢才是奋斗年代的时候大家干的事儿，而且做完了以后。还要开会，大家要去沟通，说啊，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剩下的人要好好干，对吧？你一旦说啊，开始玩这个严刑峻法，而且开始玩这种叫特务方式，对吧？我这边把你干掉了，干完了以后说为什么还说不清楚，对吧？这个大家都是刑不可失则威不可测这个事儿，那最后人心就直接散掉了，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这个而且在这种方式裁人啊，会非常容易出事儿啊。跟大家讲两个故事吧，让大家稍微开心一下。第一个啊，有一个地主老财啊，这个老财呢不太会说话。有一天啊，说我们要请村里人吃饭啊，因为平时不太会说话，还得罪了很多人呢。这个来的人就稀稀拉拉，大概来了半村的人啊。这个地主老财就很生气，说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呀？然后剩下一些人听说，哎呀，这个该来都没来，这看来这个来错了呀，对吧？这个没有领会这个地主老财的这个精神，呼啦呼啦走了一半然后这个老财一看说，哎呀，这怎么又走了呢？然后张嘴就说了，怎么不该走的又都走了呢？哦，剩下的人一听说，哦，不该走的又都走了，那原来这个我们该走，对吧？然后咵咵都走了，剩下一个，对吧？剩下最后一个人说，哎呀，这个兄弟你太不会说话了，你怎么能这么讲呢？这个该来的都没来，不该走都走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对吧？这个地主老财也很着急啊，说我不是说他们呢，对吧？然后最后这哥们说，哦，懂了啊，这个懂了啊，得离开啊，这个就是很多在这样的时候裁员的时候，你是没法去进行精确控制的啊，这完全没法整。
那么最终呢，跟大家总结一下啊，现在呢，大家肯定都很难找工作，能苟尽量苟啊。现在跟所有人的要求都是能苟尽量苟，不要去找事儿。所以呢，现在京东干了这一次的事情以后，你说是不是崩盘了？大家这个有气节，直接都走人啊？不会的，还会在那儿苟着，但是心态就变了，对吧？原来有很多人说，哎呀，京东是我们家这个刘强东当我们是兄弟啊，现在就没有这个了。对吧？你干了这种事情呢，就彻底离心离德啊！离心离德以后，你想让大家好好在那干怎么办？继续定规矩啊，继续派这种东厂西厂锦衣卫这样的人看着啊，然后呢，该给钱的时候老实给钱啊，出了问题以后啊，严刑峻法，这个事儿是可以再维持几天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所有人都希望说啊，明天可能就干不下去了啊，不定哪天就干不下去了，那能摊一定要尽快摊。对吧？能出卖的利益一定要尽快出卖，一定会变成这样。这个严刑峻法和酷吏呢，之所以在朝代末年出现，或者成为朝代末年的一个特征，也算是朝代最后崩溃的一种加速器的一部分吧，算是与朝代最终的崩溃互为因果的一种现象啊。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京东突然开始转变思路，进行严刑峻法的管理。而且对任何敢于有反抗的声音啊，或者有任何的思维不太统一的人，直接开除，然后还去做侵犯这个员工隐私，然后检查手机啊，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做的一个总结啊，这个公司干这样的事情应该时日不多了。任何公司只要说，哎，我们现在没什么事儿啊，开始严抓考勤，那么后边都是时日不多的一个表现。好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看看大家提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对，这就是一个工作量不饱和考核 API，考核 KPI，好吧？对，考核 KPI。原来我们单位也这样，晚上8点包车啊，打车包30块饭补啊，是。但是呢，我告诉你，做老板你还就得这个信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大家这个只要在办公室，其实还是在会替你做事情的。啊，你在这个时候，如果老板跟员工之间算得很清楚的话，最后吃亏的一定是老板啊，想都不用想。啊，去年双11京东才打了翻身仗，满打满算刚到半年又出幺蛾子，京东就属于真的是内忧外患。京东这个事情民怨最大的是缩小午休时间，这对公司工作效率其实是负面的。大家会认为 boss 已经头晕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京东大家要注意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偏，它在亦庄，就是在北京非常非常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它那个地方呢，其实你让它真的出去玩耍什么也没什么可玩的啊。大家呢平时也就是在这个工位上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中午关灯呢？像我其实中午是没有午休习惯的，对吧？这个他其实从这个像什么华为啊、中兴啊、什么这种腾讯啊这种地方挖的人，而这些地方都是有午休习惯，就是中午是要熄灯1小时的啊，因为他们认为熄灯1小时以后到下午可以更有精神一点。但是现在互联网厂是没有这个的，像我们以前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不承认时差的，对吧？这个你能想象吗？就是我们飞到全世界任何地方落地就干活啊，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就马上按当地的这个时差开始调了表就开始干活了，对吧？这个事儿都是可以去干的。你说这事儿人性吗？肯定不人性啊！但是你怎么办呢？有事儿干不完啊，对吧？赶上直播，对，经常啊，每次听到这种怎么不加班的，就反向 PTSD 啊！我这边是要让员工加班，就差没求上他们了啊！给双倍加班费也不一定有用。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加班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啊，大家其实听了我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会知道我其实不反对加班的。但是呢，我反对的是无意义的加班，对吧？你如果事儿真干不完，咱就努力干，对吧？然后啥时候把它干完，咱们最后以结果论英雄。当你这事儿又没有，对吧？然后还得在这待着，而且还要这个守一大堆狗屁倒灶的规矩啊，然后一帮制定规矩的人还觉得自己好厉害，
这个事情就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我很讨厌的一个事情。你如果说事情明明做不完啊，我还要老实下班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不喜欢。东子最近这2年常驻美国，经常每天国内晚上他才起床，啊，用微信群遥控指挥，哎，这就不知道了。他现在应该在国内吧？来了，点赞啊！我现在也是24小时开机，是，特别是当一些国际化公司的时候，你是没法不24小时开机的啊。国内如此考勤，如何接娃上下学做饭？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小孩呢，一般比如说小学1年级，可能3点钟就下学了，对吧？所以呢，国内专门有这种就是叫继续教育，还是叫什么班儿啊？我忘了那个具体名字叫什么了。他们怎么办呢？就是到点儿了以后啊，由这些培训班儿把这个小孩接走，然后到6、7点钟，这个大人下班了再去这个送去啊，再给你接回家去。原来呢，这个都是学校自己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学校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留到6、7点钟，然后等着家长来接。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让学校做这事儿了呢？因为有些想早接，有些想晚接，那你留下来肯定要给钱嘛。学校肯定是希望完成 KPI，想多留一些孩子下来。后来就是规定说学校不许干了啊，这个外边的培训班可以干啊。这个因为你对这个培训班对于家长就没有强制力了嘛，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想问一下，为什么突然会这样？为啥这个媒体爆出来东哥的对外形象一直是礼贤下士和底层做兄弟的？这个对啊，他现在就希望把他的形象留着呀，对吧？然后希望最后比如说清个军策，然后是谁干了坏事儿，想把这些人干掉啊。1分钟100块钱啊！我以前公司也试过，学大厂，然而没什么用，人均工资不到8000，加班多且没钱，啊，没人愿意给啊，拖了1个月取消了啊。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的，这个给大家讲讲这1分钟100块钱的事儿啊。这个我们以前呢，肯定工资肯定还是比较高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呢，这个罚了钱呀，你一定要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要很清楚说这钱去哪儿。你不能说罚了钱，这钱没了，这事儿是不行的。罚了钱的这个钱必须马上在群里边发红包，对吧？那么这个钱呢，大家都拿着了，哪怕说，哎，你这个人工资是8000啊，你现在要罚1000，你心里肯定疼，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所有在群里的人都会不停的催你，啊，因为大家都等着拿红包呢。虽然大家也不指望说我拿着这红包能挣多个几十块钱，多个100-200块钱，然后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谁也不惦记这事儿。但是呢，总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吧？然后就必须马上给，啊，这个最后谁又逃不了啊？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就是你罚了钱以后拖一段时间，这个就没有了啊，这个一定要现场处罚，而且现场罚完了以后现场分啊，这个才有效果。以前在鹅厂开会迟到的后果是为这个部门聚餐买单，这也很贵啊！你像深圳吃一顿饭不便宜的，广州吃一顿饭也不便宜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内很多家庭是这个长辈送孩子上下学、放下学。是的，国内有很多是长辈，然后另外呢，你比如像上海啊，今天我还听到一个数字，上海的统合生育率是0.6啊，这个全世界最差的一个国家的统合生育率是韩国，是0.72啊，上海比韩国还要再差一些，啊，这个就是大家就不生呗，就这么个情况。借个手机测试一下，事后吓一跳吧。其实也还行，因为我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坦诚，就是我想说谁坏话，我就直接当面说，对吧？我也不会背着说，更不会去折腾什么匿名社交去说。Snapchat，还不是啊，这 Snapchat 算是一个匿名社交啊，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我忘了国内那个什么，就反正当时也是抄 Snapchat 的。这个大厂上班就别想了啊，要么家里老人，哎，要么妈妈，这个当然也看工资，好点儿的找保姆。是的，对啊，你像这个瞿静不就是家里有保姆吗2个孩子。
这个那时候国内最好的啊，无觅啊，对，就是无觅，对，无觅是最后被封了好多次。育儿的确成本很高，钱、时间，家里一个人的工作和职业可能性都没了。是的，京东金融涉及 AI 语音诈骗、高利贷款，也不知是哪个人才想出来的法子啊，这个我还真没用过他们家的东西。故事之夜，范总聊下黑神话悟空现象级的啊，黑神话悟空呢，我肯定会去买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前面呢笃定他拿不到版号，结果最后他还拿到了，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啊，你是不是翻车了啊？对，承认啊，翻车了。这个那翻车了呢，最后就是认赌服输啊，最后我准备自己花钱去支持他一下。其实啊，黑神话悟空甭管他拿不拿到版号，我都会去买啊。这个对于国产3A 游戏呢，还是要去支持一下。甭管最后他们能不能挣到钱吧。这个国内最著名、最火的是无觅，对，是这样的。传说马化腾也是3、4点回邮件里，张朝阳声称一天睡4个小时，最后被拍到开会啊，开公开会议补觉啊，这个没跟马化腾打过交道啊，就是没有在他那儿上过班。京东物流好像比京东更有前景一点。这个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后边没有京东的话，京东物流也不是那么好搞。面圣这样的话，让我想起了董大姐，是太监总管文化，是的，就是中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这个能干事儿，然后另外一些人呢，能力其实也不是没有，但是他更多的是把能力表现在忠诚上。今年8月应该能到手，到时候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哈，这个黑神话悟空，对，8月份会有。东子有黑历史啊，是的，明尼苏达是吧？请教一下，我在澳大利亚这里学校有自营的托班儿，孩子放学后可以待在学校到晚上6点。美国学校有类似的措施吗？这个这个事情，反正在国外还挺好，在国内你只要是学校敢干这个事儿，他就敢逼着家长，你这个敢提前接孩子，你就是罪大恶极，对吧？他会强制你。还是在 Steam 上买啊，不要在企鹅 WeGame 上买啊，必然和谐。我是准备买 PS5的。黑神话 Steam 上听说比 PS5便宜很多，应该是这样，PS5的一般会贵一些。提到京东金融，我动不动就接到京东金融的电话，我还从来没接到过啊，看来我是比较穷了。京东应该办个托儿所，放学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好啊，然后吃完饭写作业，估计能真的让孩子让员工自愿加班很久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像我以前在盛大的时候，盛大的 HR 是每年会想办法给这个员工增加福利啊，有的时候加的是这个补充住房公积金啊，有的时候加点假呀，有的时候反正就是他们反正每年去想着法儿的给你加福利。然后我记得盛大的时候最好玩的一个福利是这样的，叫跑赢通货膨胀。然后呢就是每年看今年通货膨胀是多少，这个就是全员涨薪这么多，在你甭管是这个干得好干得坏啊，就是每年会要求所有人要把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比例的钱要涨出去，然后剩下再去看你绩效考核啊，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这个以后电商应该只剩下阿里巴巴、拼多多，一个主导中高，一个主导下沉。京东应该只能在京东物流攻坚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拼多多自己其实是没有物流能力的，是阿里巴巴自己是有很强物流能力的啊，他自己投资和这个孵化了有自己的这个物流公司，对吧？所以京东这个后边不好说。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抖音，抖音这个电商现在涨得非常猛。呃，Steam 应该是268是吧？那等呗。买大件儿还是京东自营啊，起码售后跟得上。我现在买大件儿都是拼多多，
对吧？售后反正是厂家的，而且我告诉你，经常是这样，就是你买了大件在拼多多上买完了以后吧，你会享受到京东的售后，对吧？就是当你去叫售后的时候，因为厂家出钱嘛，他就直接给京东一笔钱，然后京东就来替他做售后，这个事情也挺好玩的哈。东子数字人感觉是被忽悠了，哎，我觉得是他自己性格的问题，就是他又想装这个逼，然后又不想上来，敢这么干，就是因为劳工方太卷了，低人权优势和没有法治惯出来的臭毛病，搁在国外敢这么干，不是被告到破产，就是工会罢工搞到一头包啊！但是国内他就敢这么干，有些简中 UP 主按照268价格推测，每区应该是49.99刀，比正常60刀的要这个便宜10刀啊！这个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事儿啊。5年京东 Plus，早就选拼多多了啊！这个除了物流慢，价格真的是无比美丽，能低20%，洗碗机、索尼耳机通通拼多多，裤子多了一条线，直接减5元，而且拼多多经常给你玩那个什么仅退款，说我不喜欢直接退了就完了。其实就是新人能栽的，都栽新人能裁都裁的差不多了，开始向老人动刀了啊，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兄弟需要处理了，还真是不可能啊，万一孩子在京东托儿所出什么事儿，谁来负责任啊？这个，好像原来是哪儿有托儿所出了事儿，好像是携程还是哪儿的托儿所，最后就出事儿了。这个剩下的人有上岸的感觉啊，这个，哎，这就不好说，至少你有上岸的希望吧，才能好好干下去，对吧？这个有可能也在体会含义。我从来不认为任何一个人体会了含义以后，愿意好好干下去，愿意跟你同舟共济啊。裁员是这样的啊，要有明确的这个定性，要给剩下的人一个交代，拖得越久，定性越模糊，理由越难交代，是这样，一定是裁完了马上要跟大家开会交代。这个再跟大家讲一故事啊，富盛当年被周鸿祎开掉的时候，那真的是全员开会，对吧？给当时360剩下的所有员工开这个全员大会，跟大家交代说为什么要把富盛开了，然后他到底干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我们要把他开掉，然后咱们剩下的人一定要好好干，对吧？这个要不然你剩下人没法干，对吧？军心乱了。这个16年没有世界杯，只有欧洲杯，好吧？我刚才就数错了，我就光想着你像08年是奥运会，那么就应该是10年，我刚才数错10年，然后14年世界杯，那个事儿是14年的。说实话，京东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儿，老人很多都不是什么好人啊，利用换人，重新梳理业务，才能真正降低成本，与拼多多打仗啊，想都甭想。你越是这么偷着摸着干啊，越没戏，剩下的人心也都是坏的，一定是上来就嘁哩咔嚓把哪些人不行了，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让剩下的人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被开了，哪怕这个被开的理由是你开完了以后再编的都行，但是你也不能说搞这样的事情去搞人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戏的。给租客们买的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全部拼多多799 208升的3开门冰箱，这太夸张了吧？运输问题在冰箱角落划了一个小细条，减了50，看来这是个房东哈。是，我记得我以前在上海租房的时候，那个房子里边的所有的空调、洗衣机，就是所有的这些电器，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牌子，也挺便宜的，但是也挺金实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坏了就找房东，房东给你修去。这个阿里云早前降价，京东跑出来说，记管比，这什么这个阿里云早前找罗永浩的交个朋友平台，京东就同样这个就同时间来一个交个真朋友他反正就是各种蹭呗，但是根本跟阿里云不是一个级别感觉京东的行为越来越不讨好了。是的，京东喜欢蹭这些东西，你想它是一个
在这个中关村摆柜台出身的人啊，自己骑着这个叫做什么呢？啊，自己骑着三轮车出去送货的人，对吧？他也就如此了。这个对刘强东原来都是一起上啊，现在变成给我上了。对，老板把你当兄弟这种话啊，真往心里去，哎，多缺心眼儿。这个我觉得刘强东前几年装的还行啊，果然中文 UP 主最后都是见证啊。这个我说什么了吗？啊，今天这么多人啊，今天确实人不少啊，受教。今天这个题选得好，哎，这个好吧。周三好顿自我怀疑，是啊，周三做读评的时候开始才几十个人啊，然后聊了半个小时还是几十个人，啊，让我非常的疑惑，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们集团准备裁掉下面一个子公司时，要集团审计各种查，查考勤、查财务、查生产，啊，也就这个其实真没必要。就是你说你再怎么查，其实查的所有东西都是成本，而且大家心里也不痛快。为什么？因为大家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坏到哪儿去，还不如就直接上来摊开了，说咱们把它处理掉，啊，该给钱给钱，该遣散遣散，对吧？然后咱们把它处理掉就完事儿了。其实就是啊，最简单直接的处理方法是最省钱的。周三晚上是 CBA 总决赛，还有人看这个啊？亦庄我去过，说句不好听的，跟三线城市差不了多少。这个现在亦庄还是挺热闹的啊。京东去了以后，其实还是蛮多公司往那周围去搬的，啊，10多年的老客户，今天遇到一件事儿，让我觉得京东变差了。哎，京东，它反正也还能有的用吧。这个裁员解聘啊，都要师出有名，是这样的，一定要说明白。这个那次从东四出发去亦庄，转了好几趟地铁，你全是坐地铁的，那地方得开车去，反正很远啊。京东现在在那上班，必须要去这个什么呢？要去坐班车，呃，延时班午托班啊，好吧，这是说的托管班的事情。这个韩国人最早在美国搞的跆拳道班就是这样的。哦，看来咱们都是有出处的啊。课后服务是的，说刘这几天都在迪拜办公，离岸了啊，这还真不知道啊。这个会不会和经济效益相关？这个事情跟经济肯定没关系，因为再怎么去，你没有人，你说你搞了这个事情就能多挣多少钱，这不是胡扯吗？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电商，公司突然之间实行大小周制度，而我不接受，老板娘直接跑到公司开人。老板娘说，连一点点奉献都不愿意做的员工，我们不需要。为什么是老板娘上来开人呢？这个好奇怪，为什么不是老板开人呢？这个现在的生活让人看不到希望，哎，这个事儿是啊。啊，这个可以劳动仲裁要2N 的吧？估计比较难啊，因为你要相信这个京东的法务还是挺强的，他能够把这个刘强东从明尼斯达捞出来啊，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遗憾的是，我那公司1分钟100是充公，名义上是员工活动经费，然后就看到行政小姐姐一整个上午在追着交罚款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就是拿了罚款，大家一定要分到，然后所有人剩下的人要看到你交了罚款，而且还要真的能分到钱，这才有效。啊，10年前刚就业，没有那么多想法，也不懂，人家直接骂街让你滚蛋，我回家后还哭了。哎，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父母认为我不应该因为这种原因被开除，还让我回去道歉。哎，现在确实这个大家状态是不好了啊，或者说心里已经这个更现实了。现在这个刚玩回来啊，人好多啊。马化腾都是秘书回复。这个想到秘书回复，跟大家讲一故事。像以前我们在盛大，就是走流程，流程呢经常是需要陈天桥批、陈大年批，他们又很忙啊，四处开会，所以呢，就是他们批的上一个节点呢是他们的秘书批，所以呢，我们一般是这样，就是跑流程的时候，啊，快到那个秘书节点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他，说这谁谁的助理是，说哎，现在年总干嘛呢？
啊，或者乔哥干嘛呢？啊，这个有这么个事儿，先帮我瞅瞅，对吧？因为正常情况下呢，秘书批完了以后，老板是不看的。但是呢，秘书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你特别是这个流程很长了以后，走了4、5个节点，他走到他那儿，对吧？他要把上下都看一遍，也很费劲。所以我们就会跟秘书偷偷说一下，说我这是个什么事儿啊，前面都怎么弄的，然后有哪块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去调整了。现在呢，走到您这儿了，可以确认一下，对吧？他就可以快速的去批啊，然后批完了以后，就算是老板想起来问他怎么回事他也能说得清楚。因为秘书批完了以后，他怕什么？他怕他说不清楚。老板说你同意了啊，你知道啥事儿你就同意了吗？对吧？他怕这个啊。如果老板说，哎，你同意了，或者你拒绝了，对吧？然后他还能说得清楚为什么，那老板就觉得，哎，孺子可教，对吧？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劳动仲裁是时间成本，是的，要拖你个2年，这事儿很烦的。黑神话挺好啊，估计玩不了动作，它应该据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啊，不像魂系那么难。电脑上油管竟然比手机延迟1分多钟，这个不一定啊。今儿网还不错啊，老板把你当兄弟这件事儿，就跟国家叫你，哎，国家叫你干什么事儿你就别想了呗，这个是反正朝令夕改的事情啊。疫情时期有一段时间，普通快递停运，只有京东能够送到家。对，当时京东还是比较猛的啊。京东售后确实是个壁垒，特别是加点小钱，延保或者是退换啊，这个很多电商啊，家电用了2、3年换个新的，哎，我还从来没换过。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大家很多的这种厂商都是在这个拼多多啊，或者是抖音上卖东西，卖完了以后呢，他就是相当于是买了京东的售后服务，就等于是电器厂商自己去买京东售后服务。买完了以后呢，你依然可以享受这个售后服务啊。但是呢，你不是在京东买的，这个他到底有没有买京东售后服务这事儿呢？你要看人品啊，正好他买了呢，你就可以用啊，这个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拼多多会不会有 A 货？比如买的翻新机，它这事儿是这样啊，拼多多上呢，它翻新机它会告诉你啊，比如说我这个鼠标啊，我前一段时间一直想去换一个新的，因为电池不灵了。然后呢，你如果是买全新的，大概要500多，啊，你要去买这个拆箱的，大概是400多。然后呢，说这个九几新或者什么的，就估计上头有划痕的这种啊，收拾不出来的，就是300多啊，它就是这样，它会告诉你。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买了个全新的，结果发现上头有划痕，有什么这样的东西，那你就投诉就完了。你可以申请仅退款啊，哪怕不愿意仅退款，他也会给你，比如折你个几十块钱或者100-200块钱，他会按照这个旧的卖给你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京东上买到假货，然后也尽量，然后就尽量不用啊。京东上其实假货也有，京东内部其实腐败挺厉害的啊，这个咱们就不说具体什么事儿了啊。就是像他这种靠兄弟拉起来的，一定是良莠不齐的团队。老范到时候啊，开一集 live 讲黑神话悟空啊，这支游戏会这个要看啊，但是反正到8月份看呗。托儿所的好像是携程，对，携程是当时出过一次事情，啊，淘宝买个黑神话的 Steam 的 CD key，这个应该没必要，直接买就完了。从业淘宝10年，可以说年年的流量完全一边倒的，啊，可以说今年的流量完全一边倒的往抖音跑。现在淘宝更多的是支付宝在支撑低端往拼多多，普通流量有点出现虹吸效应，现在要做电商往抖音走，不过啊不比鼎盛的淘宝差，但是抖音现在也很惨。抖音怎么个惨法呢？就是他做那个比价系统。就按道理说呢，都是啊，在淘宝的逻辑是我先把一个店铺做火，然后呢，我在这个店铺里头放各种东西，然后放一些高利润的东西把它卖回来。而这个抖音的玩法是什么？就是你先把一个号做火了，你刚想提高价格把这个利润挣回来的时候，然后抖音就告诉你咱比价吧，然后有一家卖的衣服比你便宜，所以现在一般人做抖音的人也很惨。京东早年的外号叫二手东啊，这一堆二手台式电脑配件，哎，这我还真不知道啊，没用过这种东西。海外拼多多 Timo 上买过一次东西，质量差到没朋友，跟买家照片差的差不多是2个东西，
买了一次马上退货，然后再也不用了。哎呀，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多买几次，然后不喜欢的就申请仅退款，他把钱退给你，然后接着买就完了。京东缩短午休时间就抱怨了，美国都没有午休，是这样的。这个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美国开会啊，这个也是去学习，然后呢，到中午12点呢，就给每个人发那个小纸条，实际上不是纸条，就是菜单，让你去点那个三明治。然后我还奇怪的，我说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就夸夸夸画了一堆勾。然后呢，待会儿那个三明治就来了，上面接着讲，因为培训嘛，上面接着讲，然后下边把三明治吃了，然后我们也不停，然后吭哧吭哧在下头吃三明治，然后上面接着讲。这美国人上班就是这样，他没有午休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说要午休的原因是咱们中午吃很多碳水啊，吃完了以后会犯困，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个说美国人，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中午也吃碳水啊，反正搞不清楚为什么啊。京东如果没了还挺可惜，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居然有500人啊，看来讲大厂故事最吸引人，好吧？查考勤的点是什么？点就是严刑峻法吧。这等听诺言。618准备买大件，还敢在京东买吗？这个事儿啊，不用想这个啊，为什么呢？谁家便宜在谁家买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京东真的比拼多多便宜，他就在京东买。刚在京东买了个冰箱啊，门把磕了个活，赔偿100不退货啊，这个特别大件，其实关键是运起来麻烦。讲真啊，公司动荡的时候查，这个 FIT 人不在啊，这样的公司不看好，是这样的。我觉得京东还是相对靠谱的吧。京东反正就是买每样东西，你还是要去要去看它的这个价格啊。今天的话题不错，是的。听说今年去中东找金主的多，还涨价了。是，大家都去中东惦记搞事儿嘛，中介费用涨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在首都机场飞中东航班会被拎出来问的，说你去干嘛？貌似京东也开始搞什么平台差价3倍补偿活动了。是的，他也惦记这个叫什么呢？搞打价格战啊。但是为什么他打不赢价格战？很简单，就是他内部的素质不够高，内部的运营效率不够高，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是听京东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说为什么打不过拼多多，啊？京东的内部管理要求是每样东西必须挣钱啊，就是我1块钱买的，至少得卖1.2块，才能把它挣回来。而拼多多是没有这种要求的，对吧？它可以说整体流量去运转，而京东因为原来的整个的管理体系已经搭建好了，你一旦允许大家赔钱卖东西，它最后那个账算不清楚。提到快递，从服务上，京东是唯一可以跟顺丰扳手腕的对手，是这样的。而且它不但可以扳手腕，它还便宜，就是质量好、速度快还便宜。劳动仲裁不仅是时间成本，还会留下记录，公司可以查得到，是这样的。有很多公司是不会招聘这个有劳动仲裁记录的人的啊。这个电商平台只能比价格和压榨商家的水平吗？我在日本看很多奇怪的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市场，他们不一定有规模，但是能活下去。这也就是在日本，你要在中国早被卷死了。一直对京东存在质疑啊，发展了这么多年才疑似盈利，说是一直烧钱赚吆喝，消费者自建物流什么的，这个难以取信。后来又打交道多了，看到一茬茬人进进出出，出来的人就没见过说好话的，感觉这公司挺虚的啊。这个倒不一定，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好多都这样。拼多多的仅退款坑了好多商家，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其实是一种平衡，就是你如果东西做的还行呢，你最后是可以挣回来的。京东的二手平台确实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是的。京东呢是我忘了是不是收购了，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专门的二手手机收购平台，最大的一个是直接被他收购了。因为当时我去投那个案子，跟人家聊了半天以后，最后这个被京东投了。当时跟我抢案子，我还记得挺清楚的。爱回收啊，当时是爱回收是他投完了以后，好像是最后被他收了。我在美国还常在京东买东西，然后再集运到美国，京东商品的质量还是很好的。你也就是赶上了，你没赶上坏的，这个东西看运气。
有次在拼多多买微波炉，同品牌同厂商，京东、淘宝官方500，拼多多400，然后查了一下，拼多多700瓦，官方800瓦，这个就要仔细看嘛，这个只能怪你自己看的不仔细。京东买大件除了贵没别的毛病，但限于整机 DIY 听说水很深。其实不一定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比，有的时候京东就便宜，因为京东为什么你会觉得贵呢？就是有那个京东 Plus 卡，然后京东有好多各种优惠，它最后算的特别麻烦。因为我老婆是那个京东 Plus，所以我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是京东跟这个拼多多两边比，然后看哪个便宜拼多多便宜我就买拼多多，然后京东便宜就买京东。对啊，我并不介意在京东买东西啊。拼多多好是因为股价涨了，拼多多连自己的物流都没有早几年其实不需要自己的物流的为什么要自己的物流呢？你只要能把自己该干的事儿干好就完了因为美国人晚上睡得足是吗？我公司办公室也有专门睡觉的小屋，但没有人去用。像我们以前也有在盛大也有，然后在猎豹好像有过吧，但是真的用的人很少，因为我们中午都是更喜欢在外边溜达溜达。我是看别人玩游戏通关的云玩家，不懂的就说这些魂系游戏 BOSS 的建模，都比主角大很多，那张力、冲击力，然后玩家角色就一直在捅 BOSS 屁股，BOSS 就半蹲出招打破主角这个不一定，现在很多的魂系的也有很丰富的攻击方式去京东买大件就是指望他们上门售后服务。要是预期他5年内关门那就不再考虑京东了。他不一定关门这个咱们千万不要乱讲。日本也没有午休嘛，刚开始不适应现在反而觉得不午休效率会更高这个好多就是习惯就好了，午休还是要的，人没法集中注意力太长时间。忠诚最重要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这样的。这个很多人信这个但是通常相信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些人呢，就是那种末代皇帝没午休也行没午休就必须有茶歇时间。像我们以前也没午休，但是反正公司有各种茶歇，有什么吃的东西，你也可以四处那个晃荡晃荡是没毛病的。日本没午休乱讲，东京湾之内的大公司千叶的工厂区都午休这个看来不同的地方不一样国内一线城市还是通勤时间长，正常都睡眠不足是的。说说昨天这个微软全球宕机的事情。昨天因为美国停电，微软宕机了超过8个小时，导致 Bing 和 DuckDuckGo 无法使用 Copilot 的相关服务，现在无法正常可以用吧？我昨天也在用今天也在用我这个我还没看到具体消息这个我要去研究一下。爱回收现在是京东的吧？是这样的整合到京东 APP 里头了。对，爱回收的老板叫什么来着？就是当时我还约了他聊，聊完了以后呢，也约到猎豹办公室，因为当时我还是猎豹的投资总监嘛，这个跟富盛跟所有的这个都聊过了，但是最后呢，还是他去京东了。午休没必要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大家的个人习惯。只买京东自营踩雷概率低。这个京东自营，你说跟京东的其他的也是竞争嘛？今年618，京东强行要求书商降价搞促销，据说很多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了一个声明，说书价太低，无法生产，拒绝参与活动。对这就是店大欺客呀。那我就不知道了。中午就是1个小时给你吃饭，我反正吃完饭剩10来分钟就刷刷手机或者聊聊天，没见过有午睡的。这个有没有午休的关键就是看是不是关灯华为是中午要关灯，中兴中午要关灯，腾讯中午要关灯这个是有规定的。拼多多的只退款在现实经济不佳的时候被吹捧，经济一旦好起来，做生意的必远离这种玩只退款的平台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想了，这个有人愿打，有人愿挨。有个做 Timo 的朋友说，近期越来越多的美国那边仅退款的，他卖的东西不算太差，
猜可能是美国消费者也学会整活了。美国还有黑人和墨西哥人呢，大胆。这个德国劳动法工作6小时以上必须休息半小时，有些岗位有时候某一天只工作6小时，比如酒店的杂工，上午要收拾床铺、打扫房间，下午需要的人就少多了啊。这个时候就很尴尬，很多人先干5.5个小时，休息半小时，再工作半小时，然后下班，这个好奇怪啊。并和 Copilot 我今天早上还是用不了啊？是吗？反正我今天Copilot 一天都在用啊，Copilot 早就可以用了，这是电脑右下角方式打不开啊，网页和手机正常，这个就不好说了，没有午休啊，下班会早啊，在国内这种需要自觉加班的地方，没有午休就很难受了。这个反正我是从来不午休的。美国学校一般2点半、3点放学之后也有课后班一般可以到下午5点，方便双职工接孩子，但过了点之后还没接，就要罚钱啊，这个好吧，这个1分钟罚$1到$2，这个也挺狠的。日本午休吃午饭，大家排长队刷牙，没电动牙刷，这个鸦雀无声，南韩也这样啊，这个还挺神奇的啊，这个第一次听说。昨天打不开 Copilot，好吧，加班也是奇葩啊，我有试过，因为活做太快，准时下班，老板看不过去，要我陪着其他组加班，说是如果他们看到我准时下班，他还怎么带人啊？他真是很坦诚又很愚蠢，是这样的。应该鼓励啊，这个按时把事情做完的，啊，这个其实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发现你按时把事情做完，我会拎着你留下来聊天的，啊，不会要求你加班啊，也不会要求你留下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装模作样啊，留下来陪老板聊聊天啊，说你到底怎么把这事儿干完的呀？啊，你觉得哪儿还可以再改进一下啊？啊，怎么可以做得更好啊？对吧？这个才是老板应该干的活儿。然后你看你班儿也加了，对吧？也没有什么怨言。然后其他人一看，哎，这个事情做完了啊，这个你还这个老板留下来跟你聊了一会儿啊，老板很重视你，这个其实大家就皆大欢喜。所有要求员工留下来装样子的都是很傻的。京东现在无理由退掉的货，好像会通过其他渠道售卖。我现在喜欢在闲鱼买99新的二手货，卖家说都是京东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哎，这我还真没试过。其实我到现在从来没有在闲鱼上买过东西啊。是的，要求家长注册并且压信用卡信息，晚接孩子的话，本月直接扣款。老师的时间也是时间，好吧？这多操作，可不是苛刻的问题，土就是土了。看现在不行了，不是这个无能啊，这就是无能啊。日本可太刷牙了，我还见过 B 站日本虚拟 V 在线刷牙，好吧。顺便问一下万能的评论区，国内买的东西到日本哪个平台比较合适？这个不知道了啊。据多伦多某脸说，新加坡和欧洲已经悄咪咪的实施周4天工作制了，而中国是全世界年工作时长最长的人。现在能上班是已经偷着乐了，是福报。我现在惦记找地儿加班去，还没人要我呢。其实啊，这是个很麻烦的啊。这个如果有优质的员工，的确是可以按照老范说的，但是国内 IT 公司素质真的参差不齐。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老板真正该干的活是什么呢？只关注最好的20%的员工啊，剩下员工就不用理他，对吧？那么这一个人能够快速的把事儿干完，然后完成的很好，那就肯定是属于前20%的人。这个老板不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上头，花在哪儿了？这个我第一天去上班，我老婆也在我包里放了牙刷，让我吃完饭记得刷牙，早餐要在刷牙之前吃。好吧，这个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啊。周五这么用余额吗？什么余额？踊跃啊，今天是稍微有点踊跃。闲鱼平台感觉有很大潜力，加上国策推以旧换新，旧的应该是
不少的都流去了闲鱼那里去卖掉，是这样的。但是闲鱼我回头研究一下吧。这个好啊，咱们第一个故事讲到这里，现在开始讲第二个故事。这个郭有才现象啊，这个草根网红时代的启示。郭有才呢，就算是一个很草根的网红了。郭有才是1999年生人，对吧？山东菏泽应该是农村的一个小伙子，长得呢黑黑瘦瘦的啊，留个小胡子，留了一个这种油头啊，就是大背头刷满了油的这种，像90年代或者80年代香港这样的一个样子的一个头。然后呢，在抖音上其实也唱了很多年的歌啊，不是说突然就火了。他大概从17年就开始在抖音上唱歌，然后呢，最近啊，在5月9号突然一夜爆红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提出这个郭有才现象对于这个草根网红时代的意义和探讨其背后的一些社会心理驱动吧。今天就来干这件事情。那么郭有才呢，据说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办法去学习音乐，但是自己又喜欢唱歌，但说实话唱的不怎么样啊。这个我是听过一下啊，就是为了今天录这个节目，还专门去听了一下，这个唱的真不好听，对吧？他呢花了300块钱买了个吉他，又花了6块钱啊报了一个音乐课，去稍微的开始了一下啊，就很简朴的开始了，甚至应该说叫很简陋。所以呢，郭有才也经常自嘲，叫306块钱的音乐水平啊，就是这个306。那么他呢，在抖音上做了非常长的时间啊，做过生活日常，做过搞笑小视频啊，做过跟他老婆一起做各种征婚视频啊，都做过，然后也一直在唱歌。他的主业呢是白天啊，可能唱唱歌，开直播，晚上呢自己摆个烧烤摊啊，出去这个卖烧烤，原来是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积累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突然就爆火了。他呢，在这个5月9号爆火，啊，这个在一个什么地儿呢？是菏泽南站，那是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啊，那个火车站已经不用了。唱了一首歌叫《诺言》，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啊。这个《诺言》这首歌呢是95年的歌，啊，这个99年的小伙子唱了95年的歌啊，然后呢还做了很复杂的这种后期啊，就是他呢是先做这种灰暗的陈旧滤镜，让这个整个这个片子就像是80、90年代拍的港片似的。然后小伙子呢穿的蓝色的衬衫啊，穿了一件棕色的这种西装马甲，好像是有个领带吧，油头啊，就是那种大背头，然后呢这个小胡子，就是浓浓的80年代港片那种感觉。唱的呢真的不一般啊，然后呢，但是他很声嘶力竭在那唱，啊，这个就是我无奈的人在风雨里、岁月里漂流啊，不能从头再来，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的左右，大概是唱这样的一个歌。很多人呢就共情了，就破防了，就落泪了，然后突然就爆火了。其实很多这种爆火都是这样，对吧？就跟董宇辉，董宇辉怎么爆火的？对吧？那一天晚上在那儿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这一句话火了，对吧？他很多人在他的直播间里头说你是哪儿的呀？说原来新东方老师，啊，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对吧？大家同为天涯沦落人啊，日子过得都不好，一边在那儿流眼泪，一边在那儿哭，一边喊啊，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然后所有人都在他的评论区里头回这一句话，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董宇辉前面也是播了大半年或者快1年了，不温不火，不温不火，说这一句话火了。这种东西呢有极大的偶然性，对吧？然后这一段时间他的粉丝呢，你想他前面做了可能也这个6、7年啊，10万粉丝也不少了。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内涨到了1300万粉，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涨上去。然后这个菏泽市说那咱干吧，对吧？这个也算是一个人带火一座城市啊，对吧？菏泽市政府说来，你这不是废弃火车站吗？地上都长草了，对吧？把草都梳理了，把这个栏杆拦起来，说这个你唱歌这个地方给你专门拦出一小块来，然后呢，在这个专门修一条柏油马路到这儿，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了，啊，菏泽市政府马上就上这件事情。
那么大家就赶快来唱歌，而且你人多了以后会出现一什么问题？手机网络不够，对吧？咱们使用的蜂窝网络嘛，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手机太多了，你都去做直播是播不出去的。那么马上菏泽市3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就开着这个信号车去了，说来咱们在这里信号增强大家都可以在这做直播。这个国内只要开大会，你比如说什么北京展览中心国际展览中心只要开大会，都是会有这种信号车去的否则那里头人是打不出电话去的。这个马上跟上，然后这个地方一把就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就在这10几天里头，菏泽市所有电商平台的交易额都只翻着跟头往上翻好多倍，然后菏泽市的所有的机加酒，就是旅游相关的大家坐飞机坐火车去，然后在那订酒店这种的消费涨了1倍，对吧？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草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或者草根爆红，对吧？这个呢，其实是抖音的一种很特殊的机制，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或者是说，无奈的人在风雨里头被命运不能抗拒命运的左右这样的事情，突然爆火，这个东西谁先能发现？是推荐系统先能发现，对吧？推荐系统推发现，哎，这个歌的完播率突然上升了，那我要拓圈让它给推更多的人，发现完播率依然很高，而且大家很踊跃的在参与这件事情，那么推荐系统不需要人为干预，就自动的开始给这个项目进行推流，对吧？然后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会干嘛？马上向抖音的线上运营人员发预警说出事儿了有一个东西突然火了，这个时候他就会看如果任何的这种东西火了以后，那么它就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不是擦边了你是不是这个衣服穿太少了，对吧？或者是你真的引起共鸣了。如果是衣服穿太少了，他就直接把你项目下架了，完事儿如果是你这个引起共鸣了，他就会给你流量他会人为参与再干预一下，波动一下这个大家知道，原来腾讯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到10万加。就是你这个公众号文章10万个人以上读过了，叫10万加，也会要求人工审核，但是那个人工审核的结果是99%直接删掉，对吧？它是不会给你留下来让你传播的。所以为什么原来微信的时候没有这种突然爆火的草根网红，在这个抖音里头有，因为抖音是发现这种事情大概率会让你过去你只要穿的衣服都对然后这个没有什么血腥暴力，没有一些违规的事情，它就让你过了。然后这个就会出现这种草根网红。那么出现这样的算法推荐了以后，人为又干预了以后，再下一件事是什么？再下一件事就是 MCN 机构开始跟说一看有新的动向出来了有新的网红出来了，我们赶快模仿，赶快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同样的流量再去卷一批，然后再卷完了以后呢，推荐系统认为，哎，这可能成为了一个新品类那我们就要再去推它那么推呢，肯定还是先推最开始那一个，所以它的流量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抖音现在呢，也在纵容或者叫鼓励这种草根网红的踊跃那么就是每一次出现一个，它都会给更多的流量让它去跑为什么呢？这其实是一种彩票现象，对吧？这个大家想我们都去买彩票，然后最后能中奖的一定是非常少的人，那么为什么大家依然还要再去买彩票呢？因为总有人能中奖，对吧？虽然可能1万个人买了彩票，只有1个人能中，但是每次都有一个，而且中完奖以后，这个彩票站的老板一定要去宣传这个中奖的人，这样大家才能看到有希望在这接着去买嘛，对吧？我记得我前2天特别逗，跑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彩票点，发现一帮老头老太太坐那儿很认真的在那儿分析走势图呢，然后还有一个老头在前头讲课，说告诉你怎么中奖，然后怎么弄。然后一帮人在那下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去买，怎么去中奖。哎，我说这玩意儿闲的吧，这玩意儿能分析明白吗？最后才发现人家贴了一大横幅，说我们这儿开了2个1等奖出来，然后一帮人在下头学，对吧？这个抖音现在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抖音呢，其实整个发展历程有3个阶段，现在呢是进入第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用户积累，用户积累阶段呢是尽量去发掘那些传播力最强的东西然后呢，就是造神时代，就是那个时候会造就很多大网红包括当时的疯狂小杨哥，还有很多早期已经翻车的一些大网红，都是抖音早期造神时代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时候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他们会集中的把所有的流量给一两个人啊，这些流量特别的容易去爆发啊，就会造出很多的大神啊。那么这些流量或者这些内容又有很好的传播力，然后能够帮助抖音更好的去获取用户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干嘛呢？就是变现和商业化，对吧？抖音发现广告这条路它走不通，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玩电商，最后导致所有的网红都下去这个直播带货去了啊。这个是抖音走的第二步，其实走的也还算成功了。现在呢是要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稳中向好时代啊。稳中向好时代呢，就是所有的指标都到达天花板，还可以往下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卖彩票了，就是不断的要去换草根网红。在这个时候跟一开始造神的时候不一样，造神的时候你是真能造出神来的。草根网红的话，你得不停的换，要一个人啊活俩礼拜啊，这俩礼拜你这个班站完了，再换一个人，再活俩礼拜啊，再换一个人，再活俩礼拜，对吧？他是这样来看这个事儿的，让穷人看到希望啊，这是抖音的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件事情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就是啊，这个郭有才这个事情，第一个对于菏泽的旅游业肯定是有影响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流量直接爆发。任何一个城市，你要捞到这么一个哥们儿，对吧？叫泼天的富贵泼到你身上去了，那一定要好好接着啊！但是这次菏泽并没有好好接着，菏泽最后把这个事情给封禁了，对吧？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讲，并不是因为他唱了什么不合适的歌而是呢现在有人去举报他说郭有才是网络流量的毒瘤，在毒害青少年啊，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因为郭有才自己算是历尽沧桑，对吧？然后这个厚积薄发也行吧，但是我觉得他积了半天，那个歌唱水平一般啊。这个但总之人家是付出了劳动了，对吧？然后呢把这个歌唱好了，然后大家喜欢现在只要开直播就有几百万人在那看，说最高峰大概有4000多万人在上头看，对吧？这个郭有才的直播这个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就都去蹭流量了。然后你想。这个菏泽南站广场，它能占多大块地儿嘛？然后就各种的网红或者是各种草根网红，都跑到那儿去蹭流量去了。那么都凑一块儿呢，就一定是有群魔乱舞的嘛，有穿的合适的，有穿的不合适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抖音也开始封号，并没有把郭有才封了是把这个去菏泽蹭流量这帮人给封了一批，对吧？这件事也干了很多，然后菏泽市政府也说了，说这个有很多人反映。这个菏泽这个地方呢，本来应该是有实体经济的你搞了半天网红经济，这个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呢，告诉很多孩子可以不劳而获，对吧？不好好考学了，然后就在这儿唱唱歌，居然也红了这事儿不行就约谈他说我们未来还是要控制这个事情，你想唱的就唱吧但是呢，要控制影响干了这么一个事情，菏泽市政府呢算是被举报给吓回去了。对吧？有很多人举报这件事这个也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像前面甭管是这个淄博烧烤这个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人去红起来的时候包括这个哈尔滨的冰雪节红起来以后，对吧？都不担心举报，肯定也有举报也有问题，政府摁住了。但菏泽市政府呢，就是估计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不敢摁住，所以呢，就是说那咱们就直接把它禁掉吧。但是菏泽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它接不住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淄博烧烤，它最后是大家去吃烧烤，对吧？然后这个天水麻辣烫大家去吃麻辣烫了，哪怕是王婆去做媒婆这事儿，大家也是说我要去万岁山去跟这儿去旅游一下，而且呢，这个开封本来也是旅游城市，对吧？它能接得住这事儿。但菏泽这东西，你真的有这么多人涌进来，万一比如说给你曝光点什么不太合适的事情。那从上到下吃不了兜着走，对吧？这个就干脆把它封掉了这是菏泽这次处理的方式。那么对于未来来说，这种形式会怎么样呢？未来呢，这是一个新的旅游模式这个大家要注意。为什么叫新的旅游模式呢？最近开始流行起来一种，我觉得有点消费升级了不是降级了，是什么呢？叫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旅游模式。因为大家知道以前咱们是最早是怎么玩呢？最早咱们是跟团游这个我们要去哪儿，跟一旅行团，到那儿呢肯定要把所有的景点都玩遍了。后来呢改成自由行自由行呢也是去到一个地方慢慢玩要把景点都玩遍了。再往后呢，消费降级玩出了一个叫特种兵旅游来
对吧？我们怎么用24小时啊不睡酒店，用最少的钱啊，用最高的体力把一个地方的景点都打卡打干净啊，这特种兵旅游。现在呢，大家不一样了啊，可以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啊，现在有可能人说了，说武汉的早餐特别好吃啊，这个午饭有很多叫过早啊，这个早餐非常棒。那么一帮人呢就可以驱车2、3个小时啊，或者坐高铁3、5个小时啊，跑去武汉啊吃早餐，聊一聊天然后呢在武汉再晃个半天就回来了，对吧？我也不需要再去什么武汉的其他的景点什么黄鹤楼什么都不用去了，我就是来吃早餐的，哪怕说我头天晚上来啊，住在这一晚上，早上起来吃顿早餐我再走呢，对吧？他现在很多人干这个事儿啊，甚至有些人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景点特别漂亮啊，或者这个大家说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景点啊，其他都不去。现在有很多啊，通过这个叫兴之所至啊，叫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这种方式进行跨省旅游啊、跨地区旅游啊，这个不需要到一个地方把所有景点都打卡一遍，也不亏着，因为我们原来去一个地方说，哎哪儿没去着你亏了啊，现在也没有啊，我就是来看这一个地儿了啊，所以呢，这个以后会有很多这种更碎片化的旅游啊，会更加流行起来。那么这个呢，就真正开始叫享受旅游的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啊，不是说像原来似的这个跟打仗似的啊，不会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这种草根网红出来以后，大家说，哎，我就来看你一眼，啊，我就这个很满足了，对吧？现在南京出了一个雀巢咖啡老太太啊，给你一个这个杯子里头倒3袋那个雀巢速溶咖啡，然后倒上那个暖壶啊，倒上热水就给你喝，啊，就干这么一件事卖10块钱。很多人坐3个小时的车跑到那儿去排队，就喝这一口，喝完了以后再坐3个小时车回去，对吧？这是现在的新业态啊，这是可能更加促进这种叫做草根网红啊会爆发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在中国不断的造神了啊，造这种啊草根网红，一天一个起来，一天一个起来，或者说，比如说每2个礼拜可以造一个，对吧？造10天，然后呢，这个算大网红啊，像这个郭有才算是能涨到1000万粉，算大网红啊。那比如说，是不是每2个礼拜还可以长出这种几百万粉的这种小网红，涨个10个8个的啊，在几十万粉的再涨个几百个、几千个，对吧？他会干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造神过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是不是可以上美国造去？拿 TikTok 咱们在美国去造神，对吧？把每一个人的故事拿出来给大家看。像郭有才这个事情，为什么原来大家觉得不好看，大家觉得没意思？因为像他这样人太多了，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堆这样的人，我们自己的日子还过得挺糟心的，对吧？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追求唱歌，我们唱了歌可能也没有人爱听，啊，我在这儿表演了半天才艺，可能也就是啊，这些人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些人还是挺多的啊，我还蛮开心的，对吧？也就如此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在苟且之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停下来去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现在，郭有才因为一首歌唱火了啊，得到了共鸣，然后被这个推荐系统直接过滤出来，然后进行了推流了。那么大家去看，哦，说这是一个小伙子，99年的，对吧？然后喜欢唱歌，花了300块钱买了个吉他，花了6块钱去上了个音乐培训班然后每天就在这儿去唱歌，而且他最喜欢唱的歌叫什么呢？啊，叫做那个歌就是唱火的这个歌叫《诺言》，对吧？然后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菏泽树哥。树哥是什么？是一个电视剧里的人物，对吧？这个人反正过得也很惨，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隔离在社会之外的一个人。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叫菏泽树哥啊，这个郭有才啊。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在这儿努力的生活着，对吧？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看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对吧？他的生活，他的每一个细节照到我们的身体那个生活里面来。那么如果到美国去，我们把美国的或者在全世界的这些草根的网红，然后把他的生活放到放大镜下，然后拿出来去感动一个一个的人，这个事儿肯定是可以干的啊。而且这样造神了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一批一批成批量的生产这些网红，然后生产大量的网红之后，美国主流的这些演艺圈就该战斗了。为什么？因为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网红走这条路，说我们啊走这个抖音也可以红起来啊，走 TikTok 也可以红起来，也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我不需要去拍戏，我也不需要去走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自己就形成啊，在美国传统的这种商业氛围之外的这种商业循环就可以形成起来啊，所以现在 TikTok 还没有举起这把大杀器，对吧？TikTok 现在在走第二阶段，刚才我们讲抖音是走到第三阶段了，TikTok 现在是走第二阶段，就是第一阶段这个流量聚集它已经走完了，现在第二阶段就是变现，对吧？变现和做电商化转换，这个阶段走完了以后，就该开始造神了啊，就开始一波一波的刷所有的草根网红啊。那么一旦有人被刷中了，那么剩下大量的人说他行我也行，我也要去，对吧？这个事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么最后咱们总结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草根梦想和现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郭有才现象呢，反映了草根梦想和现实的一种碰撞，强调呢，在理想跟理性之间吧，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要求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所有事物，但是现在呢，看看说哦，说原来这样的一个人去追求梦想的人，他居然也成功了，对吧？这是我们现在要去看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草根网红还在酝酿之中，像刚才我们讲的南京雀巢咖啡老太太，对吧？现在她已经完全鸟枪换炮了，因为每天大家在门口排队买她的雀巢咖啡，对吧？现在她所卖的所有雀巢咖啡都是雀巢咖啡送给她的，说我求求你就卖这个吧。然后我们现在在所有直播间里头卖南京老太太同款雀巢咖啡，对吧？然后它所有的这个设备什么都已经更新换代了，原来那旧暖壶早不用了，对吧？现在都上大开水机了，要不然它卖不过来，而且开始招聘人手啊，这个是老太太干的活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哎，比如说东北的铝盒的盒饭啊，各种的都上来说，哎，您多大岁数了啊？70了，做这个小吃多少年了啊？30年了，40年了，不停的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啊，不一定哪个突然就爆火了啊，不一定哪一个啊，这完全是偶然性啊，就是突然就触动了大家的心灵，然后就会火起来。现在还有一个正在慢慢往上涨的这个网红是谁啊？叫鸵鸟小葛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他的节目，特别神的一小孩他养鸵鸟的啊，真鸵鸟啊，他就是原来专门给人教说怎么养鸵鸟，鸵鸟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啊，不温不火了很长时间。后来呢，发现鸵鸟的好奇心很强，特别喜欢咬它的这个冲锋衣的帽子，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形式，什么呢？啊，他在前面啊播报，这个人呢长得也是那种很受了委屈的那种状态啊，并不是说那种啊很气宇轩昂的一个小伙子，瘦瘦小小的，然后受了委屈，就跟每一个人在这个打工的时候被老板、被同事欺负的那个感觉一样啊，在前头举着个话筒说两句，然后那个鸵鸟在后头蹭一下蹬他帽子一下，对吧？他就回来去打那个鸵鸟，说你老实点儿，对吧？然后再一回头，然后后边另外一只鸵鸟上来，蹭又蹬了一下他的帽子，对吧？然后他就反正就是把这种共情啊演绎的非常好，然后也是快速涨粉，然后现在一堆的这个做冲锋衣的厂商说来，你给我测评一下吧，对吧？你看看这个冲锋衣这个到底能咬几下？因为这个鸵鸟那个嘴还是挺有劲儿的啊，咬完了以后，那冲锋衣的帽子就会慢慢掉掉啊，就慢慢被咬烂了。他就每天就在直播这件事儿啊，说我今天又干了些什么了？我要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实际上他啥事儿也说不清楚，就是不停的在后边前面说两句，后边那个鸵鸟咬一下他的帽子，然后他回头去打鸵鸟，然后再回来，然后一帮人在下头看，说哎，这个35比37了啊，这个鸵鸟咬了他35次，他打了鸵鸟37下，对吧？然后这个鸵鸟1号被打了2下，鸵鸟2号被打了几下，鸵鸟3号被打了一下，大家在那一堆无聊的人在那看这个事情。对吧？这核心还是共情，因为每一个人上班的时候啊，都被别人欺负，或者都觉得心里没有那么痛快，对吧？那么一看啊，这么一个憋憋屈屈的小伙子还被鸵鸟欺负，然后他还能这个奋起打回去啊，这个也是慢慢在火起来的一个现象，对吧？很多的这种啊草根网红在慢慢的崛起。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草根封神啊，就跟买了彩票是一样的啊，这是一种奶头乐。但是呢，啊，如果封神了以后，有些人呢能够把持内心，说我们就好好接着干这事儿；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啊，向更高的层次走一走，或者我们就成为网红了，或者就这个开始直播带货或者什么也有啊。这个
但是很多的中了大彩票的人呢，最后其实心态是崩了的啊。有很多人统计过，就是那些中了大彩票的人，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会慢慢的恢复到他原来那个生活状态去，他会快速的把他的钱造干净，对吧？他并不能跨越阶层啊，不是说中了彩票以后就能跨越阶层的啊。但是呢，这个叫做抖音会不断的给大家树立梦想，说你看他也行啊，你也行，对吧？他会不断的干这件事儿。我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啊，就记得以前啊，里根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发表年底的这种国会演讲，或者说这种总统演讲的时候，他讲这样的一个话啊，他说一群人不顾生死，坐着木盆从古巴飘来美国，到底是为什么？说他们在追求美国梦啊，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呢？说这是一个人人都可能成功的应许之地，对吧？你到这儿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成功的。你现在看到的亿万富翁，他们可能也是坐着盆来的啊，他们可能或者是他的父亲可能也是坐着盆来的，对吧？他是这样的一块地方，这就叫美国梦。甭管你的出身是什么，甭管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啊，你都有可能成功。现在抖音的草根造神呢，也是一种这种造梦神话吧，就是说啊，你们来了以后啊，像这种没有任何的学历背景，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唱的也不怎么样的人，他也火了，对吧？在这种东西啊，但是在国内呢，你可能火一段时间以后，有几封举报信就直接被封杀掉了，这个事儿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到了一个有更加完善的商业氛围啊，更加完善的法律环境的地方，那么这种造神的机制可能会比在抖音在国内发挥出更大的光芒来，对吧？这个才是这个叫做郭有才爆火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让我看看刚才我们念到哪里了啊？转转啊，转转也算是一个二手平台，我跟转转没打过交道。就是现在比较大的二手平台，一个是爱回收，还有一个叫回收宝。回收宝当时也是我们一些同事去创业做的。作为设计师，要按时完成工作，毫无压力，设计的弹性空间很大，有限的时间做有限的事情。我并不是这么想啊，因为我们以前也有一些设计师朋友，设计师呢还是要出图出的足够多，你不能说我设计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然后就搁上了，这事儿是不行的。一定要设计足够多的样板，然后进行 A/B 测试，然后找到更好的，找到好的了以后精益求精。设计师那个活儿是做不完的。闲鱼水太深，如果不愿意仔细研究，很容易踩坑。大件还是买新的比较放心，我也是这么想的。郭有才让我想起了前一阵子被封的那个油腻秀才啊，这个我还没看他的内容。这个我说的是无法正常使用啊，说的是这个 Edge 的这个侧边栏，好吧？以旧换新是个伪命题啊，这个也不算伪命题了，它总是有一部分人会去换嘛。互联网正在崩塌这篇文章没看啊？据说好像这个文章已经四处被封禁了。我现在光看到说这篇文章不见了的这个标题，但是这个内容我并没有去看。这个我只能说标题写的很好吧，内容写的什么不知道。其实平台这个东西是给任何一个人更多的机会。以前未有平台的时候，你有表演才能，也没机会给人看到，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有表演才能的人太多。在马德里问个好，哎呀，这个你已经到马德里了，很棒很棒。这个说实话，有意愿并有能力消费的情况下，没政策也会去消费。反之，出了再多政策倡导也没有多大效果。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政策呢还是会有用的，政策影响的永远不是0到1，
而是百分比。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而如果政策影响了百分比，说这个消费的比例上升了，比如说5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那可能挣到这个钱的人就多了5%、10%，对吧？然后他们就又愿意去消费了。所以政策这个东西呢，是有用的，但是它起作用的方法是制定一个长期稳定、有效、可预期的政策，而不是说朝令夕改，今天改完明天改，对吧？那个事儿是没有用的。油管也有点意思啊，最近推了很多几百点击的视频给我，让我有幸见识还赤道岛民的摇滚乐表演。对，油管反正每过一段时间会不断是换它的这个推荐算法。是苏门答腊摇滚乐队长见识。周三 view 数少，应该是系统问题。看了几个香港 YouTuber 也在抱怨限流。是的，周三反正是比较奇怪。淘宝还是承接了大部分的流量，对，流量肯定是淘宝最多。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有人开维修的视频，同时接维修的单，相辅相成，慢慢看的人就多了。这种比较稳定的抖音大概是如何处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开了一个维修视频呢，抖音通常会让你的每一个视频的播放量不超过500。然后呢，它就始终是这样，你不会因为看的人多了以后，然后你的流量会积攒起来，不是这样的。抖音不关心谁订阅你，谁不订阅你，对吧？抖音只关注说，哎，订阅你的人看到你的视频是不是划走了？所以在抖音上粉丝量其实是没有用的。它有效果，但并不像 YouTube 的效果这么大。它主要是靠推荐算法。如果就是你一直在那儿修东西，它就会一直在那儿这个不温不火在那儿折腾，除非你修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吧，深圳有一个哥们儿专门修什么呢？修这个给 MacBook 加那个硬盘这个东西加不了内存，但可以加硬盘。他专门干这件事儿，所以呢，他就开着直播，然后这个一帮人就从这个珠三角地区坐着车就找他，新买的这种MacBook Pro，比如说买这种512G 的256G 的，就找他说你给我换成这个4T 的8T 的他怎么干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MacBook 它很薄嘛，它里头那个硬盘不是咱们正常的那个就是 SSD 硬盘，就一整条插进去那个，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焊上去的。所以呢，它需要把这个电脑拆开，然后把原来那个芯片焊下来，焊完了以后呢，再把新的那个存储颗粒再焊上去，然后再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呢，重新给你装系统，恢复系统，然后你的电脑就可以从比如说256G 变成4T、8T 了，它是这样干的。然后这个里头大概是几颗，大概是4颗还是8颗芯片，我忘了。然后他把所有这些芯片焊下来，然后再焊更大的芯片上去，大概是4颗芯片，大概它一颗芯片可以上1T，那个是有人看的。郭有才是新型中国梦，是这样的。举报郭有才的理由是，就跟当初举报游戏一样，看不惯，没水平评论，就开始道德批判，而且必然说拿孩子说事儿，是这样的。但是呢，菏泽就直接就认怂了，这个比较二。菏泽有流量没交付，没有成交的产品，是这样的，这是菏泽比较痛苦的地方。没有抓手这个其实要想清楚这样，有流量总比没有流量好。只要流量在这儿，剩下的其实你都可以慢慢把它做出来你要耐心的尽可能的把流量长时间的留在这儿。如果你说我发现交付不了，我就把这个流量踢出去，那这个你就永远起不来。当年东莞都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你知道的太多了。王宝强演的，好吧。老范解读的草根梦想，我记下了。国内各种平台一提起日本，各种仙人都是嗤之以鼻，但面对官媒却很难推崇什么手工误差几纳米的航天，工业人都是热泪盈眶。是的，其实日本那些什么寿司之神什么各种仙人就是这种工匠精神是很有传播力的。
对，油管有个频道啊，这种叫隐形人啊，关注这个流浪人群的是。现在也开始有人把这种频道搬到抖音上去了，对吧？上来去到美国街头问说：“哎，你为什么无家可归啊？”甚至有些直接把他那个内容搬回来，对吧？但是呢，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不能在国内报道这事儿。原来你说国内有人无家可归了，这玩意儿不是往政府脸上打脸吗？对吧？这事儿不允许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只能说：“哎，你看美国也不怎么样，这么多人无家可归，对吧？他们天天干这个。”这是直播吗？是的，油管还有直播啊。第一次看到油管直播，哎，不应该吧？好吧，你有可能是第一次啊，你这个名字不是很熟。到底炫富卖萌露肉还是卖惨能火？价值取向是啥？都能火啊！最能火的其实是反差，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女啊，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她长得还可以，身材也很好，然后呢，但是她特别二，上来就是说我帮你把价格打上去，对吧？给她一个什么这种钢丝球啊，什么这种就擦锅的钢丝球，他说来我帮你把价格打上去，然后用那种特别浮夸的这种广告手法进行拍摄，然后穿着很好的衣服，拿着钢丝球做的包，拿着钢丝球做的项链，然后在那走秀，搞这样的东西一把就火了，对吧？所以真正能火的东西是反差，这个戏剧性才是关键啊，这个反差才是关键，反差才有戏剧性。每个人的价值观在细节上都不一样，但是情绪价值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就像是之前给海龟处理藤壶的视频火了，好多人都主动在让藤壶寄生到海龟身上，然后再清理。哎，这事儿就没法说了啊，这个也有吧？这个还有那个什么的，有那个修驴蹄子的、修牛蹄子的都有，都很火。但是这种呢，它不会特别大火啊，大火的这种呢，一定是要这个什么呢？要触动人的心灵，要跟大家共情。听说那是电子鸦片，可以这么讲啊，可以算是电子鸦片。中彩票心态崩啊，花天酒地败光。记得美国调查，而中国中彩票的几乎所有都是钱被亲戚借走了。是的，就像《黑镜》里边那个说真话的黑人，人性能够考验多久？是，长尾理论，仁者见仁，见仁见智啊，关键在于推荐系统。我喜欢仁义就推荐仁义，你喜欢机智就推荐机智，情绪价值最大化。其实啊是这样，没有人喜欢仁义，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人一旦到手机后边，都会原形毕露，会显示出人性的最阴暗的一面啊，所以你就知道什么会火。在国内媒体平台上，其实价值取向并不重要，只要有流量就会一拥而上，哪儿都一样。这个我听一位东南亚老哥说过，当地人很多为了拍小动物的视频，先故意虐待。哎，这个就不讲了，这个听得太难受了。咱讲一个那个什么吧，这个泰国清迈啊，它那个叫卡佩门吧，还是叫什么？好像是叫卡佩门。然后大家为了拍那个鸽子飞起来，然后一帮人在那恐吓鸽子，在那吓唬它，对吧？然后就好鸽子飞起来，你好在那拍照片嘛。这个就反正比较低俗一些吧。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不管你留什么言，都会看一遍读一次啊，真不容易啊。这个关键还是留言少，留言多就读不过来了。中国的流量大多是没有信仰的闲人造成的，这个千万别这么想，哪儿的流量都一样啊，走在任何地方都是屌丝占大多数。这个确实是一种维稳奶头乐啊，给所有失业的年轻人都画个大饼，让大家都有事儿可做，哎，也可以啊。对吧？那能怎么办呢？你好，人在哪里？在帝都啊。这个当年东莞是真的好，白天去客户工厂见部长，晚上去酒店见部长，好吧？晚上好，这个是视频要爆出来，是要有触动人内心的东西，是这样的。最起码要让人能回味几天的那种，只是取个乐子的很难爆。但是触动内心呢，其实也很容易翻车啊。
维修司没跑了，这个插电开机已经成各平台数码区的名梗了。是，还赤道岛民的摇滚乐表演，我也收到推荐了，惊呆了，一下子破圈儿。是，只要喜欢就看呗，就是他们也会不停的让你去测试。iPhone 扩容的好像也有，但是我看到的主要是 iPad。Mac 是没法，Mac 的内存没法扩啊，这让我比较遗憾。如果 Mac 内存可以扩，我肯定，我坐着火车我都得去给那儿扩去。我不觉得这种事情在美国能够成立，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肯定是有能力、有口才的精英能够获得大众的关注，这个真不一定，这个真不一定。你就算有言论自由，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你在美国可以说犹太人不好吗？不可以的，对吧？你在美国你也没有言论自由。对吧？而且在那里也有很多，对吧？没有出圈的人，他们形成一个一个的信息茧房，对吧？从来不要觉得精英说的就比别人好啊，没有那个。你像我也是草根，对吧？咱们也在这儿说，大家说的不也挺开心的吗？越来越像黑镜里的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就是娱乐至死吧。哟，这个是我们又重新加入会员，感谢感谢。早早啊，那这看来是在北美的。东莞的服务业跟这个香港、台湾、日本的投资正相关啊。2023年到现在的东莞，卖炒粉都难啊，是这样的。哟，感谢打赏，非常感谢啊。老范，你在国内有时候说话比较露骨啊，这个不担心查水表吗？我尽量小心啊，感谢提醒。SpaceX 网站是有这个星舰4飞的页面了。好啊，好啊，好啊，等你这个研究一下它这个飞成什么样了，然后咱们来连线。啊，6月5号才飞呢，好吧？楼上同学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但高知普遍是阳春白雪。最典型的就是，即使是美国年轻人最喜欢逛的，也同样是 TikTok 里面的魔性短视频，是这样的。6月5号，好的，6月5号我们之后看看是不是聊一期。老范有个问题，我之前微信提了这个，好吧，这个我就不念了啊，你这属于坑我的。这个最近看到一个维修有故事的废弃房屋的视频，看到很有流量，但是你想有故事的废弃房屋，它每一条视频的拍摄成本是很高的。这个会玩啊，或者直播就算了，我这个人手残得很，这个我就不恶心大家了，对吧？这个我尽量的还是直播一些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吧。人家说你是极权主义者，你咋不回答呢？谁是极权主义者？必须玩啊！当时立下了 flag，这不，我必须买啊！玩我也肯定玩，就是不当着大家面玩了。扩 Mac 内存和硬盘都是焊接，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这个我现在反正 Mac 肯定是缺内存，到最后都是社会工程学，都是玄学。社会工程学可不是玄学啊！哎，我觉得社会工程学有点像这个什么，就是基地里边讲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史学来着，就是他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一切都皆可预测啊。老范同志，很多人说你是极权主义者，你咋不回答啊？我是极权主义者，我极权谁了呀？对吧？我咋去极权了？这个，美国那种自由都只是部分自由，去到某些事情就不会有自由了，是这样。来晚了啊，不晚，我们也快要结束了。真会打台湾吗？这玩意儿哪知道啊？各种维修盖房的直播，听 AK 说是陪伴型直播，在 X 上看过，有人去考究，很多都是造假啊，是这样的。人在哪里？在帝都啊。这个东莞，你们为啥觉得现在都不行了？我连休回国期间也去东莞的凤岗，感觉各种智能工厂和电商都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个我估计他们讲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啊。来晚了啊，心理史学，对对对，是叫这个名字。
Mac 扩不了内存，硬盘可以，我印象里是这样啊。因为它那个内存是那个统一内存，不好扩。简中互联网的流量大部分是这个垃圾股啊，这个其实哪儿都一样，千万不要觉得讲英文的流量质量就高啊，千万不要觉得什么地方都一样。3纳米的 M4测试比 M3提升不大，我们是不是真的到物理工艺尽头了啊？这个倒不一定，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等，因为现在你的 M4才是在 iPad 上，对吧？它的这个电压，它的这个叫做散热都受限。你真的到了有风扇的 MacBook Pro 上，比如说整一个 M4 Max，你再看看，那玩意儿肯定就起飞了。非专业人士很难自己操作给啊，这肯定没法弄，一定是专业设备专业搞。居然赶上直播了，点赞啊，感谢感谢。今晚背景图是啥意思啊？背景图，这个图当时是讲贾跃亭那条的时候画的啊。我当时给的提示词呢是用徐悲鸿的风格啊，画这个在工厂里面的早餐摊要有这个油条豆浆啊，他就给我画成这样了。哈哈。所以我觉得挺有生活气息的，就把它作为背景了。真要打台湾的话，赶紧把几千股英伟达卖了。哎，这个事儿就不知道了，想的太多了。人家说你是极权主义者啊，你在之前视频里说西方国家要向中国学习审查制度，说集权制度比较好处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去看结果，对吧？至少我们现在处理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某些领域里边处理的方式呢还可以，对吧？那么最后三人行必有我师嘛，那我们是不是学习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的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管理方式，对吧？然后只是他们学完了以后会放到他们的框架里边去使用而已。每一个这种管理方法或者是处理的问题的思路呢，你不要管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先看看效果怎么样，对吧？黑猫白猫先抓住耗子再说了，好猫嘛。算精英，我哪算精英啊？妥妥的这个草根还在播，马上快结束了。郭有才这样的网红出现，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税务局和农业发展银行工作嘛？这个想太多了，大家都愿意去，只是去不了啊。我手上的 iPad M4 iPad 的温度，比我手掌的温度还低，那是你没有让它跑大模型，你也就是看了个视频。等华强北破解统一内存啊，它破解不了，因为那个内存是那个就是它是一种很高速的内存，国内未必有这玩意儿。而且他们那种 SOC 啊，不是 SOC，他们那个应该是叫 chip 什么来着？叫 chiplet 大概叫，就那个不那么好搞的。精英是那个说 Real Shot 不行的女演员，老范是会看 Real Shot 那类的，不算精英。这个其实 Real Shot 我也不看啊，但是呢，我并不觉得看 Real Shot 丢人。现在晶片的工艺已经快上线了，现在据说有人开始在做1纳米嘛，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啊。比起日本抖音上各种卖蠢卖丑、迷惑行为、博流量的网红，我感觉国内的网红会更加健康，因为国内是被整治了多少回了，这些东西咱们都有过，都被干掉了。太市场化了，容易去中心化，两极分裂严重。其实呢，现在就是这样，要让流量分散掉啊。这个你就跟买彩票似的，你不能让统一让始终让一个人中奖，对吧？这事儿是不行的。这个 AI 没出路，AI 孤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 AI 挺好啊。今天早上这条你没看吗？这个3、4月份的增值税比1、2月份的增值税下滑了近30%啊，这个我还真没看数据。第一次赶上直播，哎呀，还真有第一次的，他播了好几百次了。之前你建议我学 Python，已经借助 ChatGPT 在做海运相关的项目了啊，不错。这个看到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别忘了还有高通啊，英特尔和 AMD，苹果因为架构会考虑功耗，大力出奇迹的 PC 不考虑功耗的情况下，
会是啥程度还不好说。现在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微软最新出的那个 Copilot 加 PC 是高通的，对吧？那个应该也会考虑功耗的。澳洲也没有午休，好像白人都不怎么干这个事儿。我跑了生化4，还没有 iPad 能跑到本地模型，可能有了啊，现在应该是已经有了。日本的综艺有点像极度内卷的结果。日本其实更容易卷吧，你像他们那种精益求精的那种工匠精神，他们会很认真的把这一个很无聊的事情演绎的很有趣的。这个，你的意思是中国是集权国家，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对吧？你到底想逼我说点啥？对吧？你想坑谁呢你？对吧？这种人就少说两句行不？你一直有必要，对啊，他这个人他就是有毛病呗。这种人就是属于是这个心理比较阴暗和恶毒，总希望坑人，对吧？一旦西方完全摆脱中国经济，不给中国注资，内循环可行吗？不知道啊，有点难度吧。日本综艺超好看，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来回看，回放啊，好吧。行啊，这个人的评论就再也不读了啊。这个我们群里是有管理员的啊，这个遇到这种人就把他删掉就好了。这个遇到炸弹人了啊，这个有些人他就这样，他就很奇怪啊。这个价格打上去那个叫王七叶反差啊，也蛮有才华的，是的，挺有才华的。一看就是故意的。说了 MD 截屏录像。为了麦克好卖啊，一定会限制，呃，PODUS 什么能力，这是什么没看懂啊？我直接拉黑了吧，这个很影响直播氛围。是的，请把他拉黑。这个直接屏蔽，一看就有毛病。是的，对，你看我们有管理员的，这个以前做内容是有鄙视链的，做电影的看不起做电视剧的，做横屏的这个竖屏一直被横屏鄙视，是这样的。存在就有意义，是的。然后刚刚忙着做星舰4飞的时序的啊。这个生活没有越来越好啊，白天本职，晚上爬数据处理数据。找了个刚毕业的学生给我做网页和后台，进度还是比较慢啊，这个慢慢来呗。坏啊，这个坏人哪儿都有，但是正常呢，坏人他就不爱看就不看了，然后有些人呢，这个不爱看还老在你这儿捣乱，对吧？这种人就属于真坏啊，而且还傻。FSD12啊，我没有特斯拉，我咋跟你说 FSD12？我也在中国，我也没开过这玩意儿，对吧？苹果现在吃相太难看，从库克掌权，MacBook 8G 起步就没提升过，现在应该没有了吧？现在应该至少都是16G、32G 了吧？这个注意啊，买 MacBook 的一定要买32G 的，没有32G 的你模型跑不起来啊！不喜欢还看啊，这种人就是有病，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犯贱的，对。张雨绮模仿的就是王七叶的风格，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明天停更休息。明天我准备录我的这个付费会员里头的AI 课第3节啊，明天讲这个 AI agent 啊，看看能不能讲吧，但是那个估计就会比较累了，所以明天需要休息一下。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这个也有这样的。其实郭有才这样的人多点挺好，是的。好，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再见，周末愉快。